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。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10月23日，王峰突然官宣与章子怡的离婚声明，表示经历了8年的婚姻，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以亲人身份和章子怡共同抚养孩子。王峰发文后，章子怡转发那句“我们之间没有是非对错之争，分离不代表辜负或背叛”，疑似在否认出轨。消息一出，轰动全网。即使在此之前，狗仔江小燕就爆出一个大瓜。他说，据知情人透露，汪峰、章子怡确实已经离婚了，女儿归汪峰，儿子归章子怡，并配上一张实锤的图片，暗示消息属实。江小燕发文后，汪峰、章子怡引起争议，热搜前10中有6条都是关于他们的。首先是大家经常调侃的汪峰定律，简单来讲，就是每次汪峰有演唱会，娱乐圈就有瓜可以吃。他因此多次上热搜都以失败告终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一次轮到他自己了，真的上了热搜，4次离婚让人震惊。继续说回他和章子怡被曝离婚的话题，起初有媒体打给汪峰的工作人员，对方挂断电话，拒不回应。工作人员这样的态度，让许多网友默认了这个瓜是真的，否则工作人员就大大方方回应了。汪峰、章子怡突然被曝离婚，很多网友都意想不到。尤其是江小燕的那句“女儿归汪峰，儿子归章子怡”，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。有人提问章子怡什么时候生过儿子。据悉，汪峰、章子怡在2015年5月10日领证结婚，同年12月27日生下女儿。在2020年1月1日，章子怡生下2胎。她曾发文晒过第2个孩子是个男孩。很快有爆料称他们离婚原因是男方出轨嫩模被当场抓住。但不少网友认为是真的，因为之前汪峰前任葛慧杰爆出汪峰人设是假的，他和章子怡是刑事夫妻，他喜欢找大长腿美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汪峰、章子怡曾参加过《妻子的浪漫旅行2》节目中，章子怡被问如果汪峰出轨了，他会怎么办？章子怡先是说随他去吧，他一定会后悔一辈子。后来补充说明，认为情感是不能勉强的，人与人之间不能强迫。此外，葛慧杰还爆料说汪峰嗜赌成性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，而有消息称他和章子怡就是在赌场认识的。汪峰救过章子怡父母，这一点汪峰在节目上说过，似乎又与葛慧杰的爆料对应上了。有细心的网友发现，他们已经1年没有公开互动了，一切似乎有迹可循。举个例子来说，章子怡前不久的电影《志愿军：雄兵出击》上映，汪峰没有替他宣传，而是忙着自己的音乐盛典商务活动，两人各自宣传自己的工作，都没有提到对方。章子怡还把账号设置成了仅半年可见。汪峰这里同样出乎意料，1年的社交动态都没和章子怡公开互动，上次秀恩爱还是在去年6月29日，他发了一张大合照庆生，但是今年汪峰生日他却沉默了，没有发动态。不过在今年9月，有网友偶遇汪峰、章子怡带孩子聚餐，并称那时他们看起来还很幸福，但是评论区却不这么认为。有人说离婚了也不代表老死不相往来，离婚了也可以带孩子见面聚餐。在和章子怡结婚之前，汪峰的情史相当丰富，他一共经历过4次婚姻。第一次是和主持人齐丹，两个人的关系从上个就已经开始，相识时是1998年，此后两个人恋爱4年，4年之后结婚，但是结婚仅仅不到1年就离婚了。至于2人离婚的原因，网上无相关消息。第2次婚姻与第1次相比，要炸裂得多，未婚先孕、未成年、出轨都占了。汪峰的第2任妻子叫葛云杰，两个人2004年相识，2005年葛云杰就生下了汪峰的孩子。根据葛云杰的爆料，他16岁就结婚了，所以他们认识时他最多16岁。葛云杰还说自己17岁就生了孩子。当然，虽然说结婚了，但由于年龄限制，两个人不可能领证。但是两个人的恋情持续时间依旧很短。对于离婚原因，双方都有说法。汪峰方面表示葛云杰玩得太花，葛云杰表示汪峰出轨且多次出轨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在葛云杰孕期内，汪峰就出轨了。汪峰的第3个妻子叫康作如，两个人也生有一个女儿。2013年9月，汪峰单方面表示和康作如离婚，随后没几天，康作如就爆料称汪峰多次出轨。在两个人打官司但还没有真正离婚的时候，汪峰和多个女子保持关系，注意是多个，
第4任妻子就是章子怡。细心的人可能能够发现，在汪峰和章子怡谈恋爱时，他和康作如还没有离婚，因此有部分网友一直认为章子怡是小三，但是更多人则认为章子怡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，为什么就找了汪峰呢？还有另一派则认为二人旗鼓相当。章子怡的第一段公开恋情始于2004年，对象是香港富商霍英东的孙子霍启山。当时年仅25岁的章子怡与霍启山相恋，这段恋情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。然而，由于双方事业繁忙，聚少离多，最终两人在2006年宣布分手。维维尼沃在与霍启山分手后，章子怡与以色列富翁维维尼沃展开了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。维维尼沃是一名富商，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。两人在2006年相识，并于2007年宣布订婚。然而，这段恋情在2008年戛然而止。有传言称，是因为维维尼沃提出了苛刻的婚前协议，章子怡无法接受。撒贝宁2012年至2013年，2012年，章子怡与央视著名主持人撒贝宁的恋情曝光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这段恋情在当时被视为郎才女貌，两人共同出席了许多活动，大秀恩爱。然而，这段恋情仅仅维持了1年多，便在2013年宣告结束。汪峰2013年至今，在结束了与撒贝宁的恋情后，章子怡于2013年宣布与摇滚歌手汪峰相恋。这段恋情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，因为汪峰之前曾有过3次婚姻。尽管如此，章子怡和汪峰在2015年结婚，婚后生活幸福美满，共同育有1儿1女。章子怡和汪峰原本觉得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两个人，虽然章子怡的情史也颇为丰富，但给人的印象似乎比汪峰要靠谱的一些。从外在形象来看，汪峰给人的印象狂野粗暴，而章子怡是细腻柔美的女子，两个人搭在一起有羊入虎口的感觉。但真正两个人结合后，这种落差却缩小了。汪峰似乎变了一个人，于是我们又以为汪峰被章子怡给降服了，这辈子他俩就是一对儿了。可是没想到生育了1儿1女，在一起8年后，他俩却离婚了。这是玩的哪一出呢？二人官宣离婚采用的同一版本，声明没有是非对错之分，分离不代表辜负或者背叛。从这句话来看，似乎不存在出轨一说，结婚8年也许就是腻了吧，换一种方式相处。有网友诙谐地感叹道，女儿抚养权归爸爸，儿子抚养权归妈妈，这样挺好的。就算爸爸妈妈再各自找一个新的爸，也不用担心性侵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人家也说了，生活的悲喜与苦乐本就不是简单的是非评判。虽然是明星，但是私下里人家到底过得是不是幸福快乐，也都是外人的猜测。愿他们离婚后各生欢喜吧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他们离婚揭露出婚姻中3个真相。第一，在婚姻里，女人一旦成为母亲就是一辈子的，而男人依然可以活成单身的模样。尽管章子怡的情史也复杂丰富，但是她和汪峰结婚后却没有任何绯闻传出，都是凭事业和照顾儿女。章子怡曾发文说自己母乳喂养的经验，还说自己是石头乳，可见母乳喂养有多辛苦。尤其对妓女小苹果也是呵护备至，让大众对她的好感度蹭蹭上涨。连汪峰都在妻子的浪漫旅行中感慨地说，有时候陪伴比血缘更重要。章子怡在《演员的诞生》节目录制中也含泪说，我的大女儿她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是我要把我所有的爱都给她。她陪伴小苹果过每一个生日，亲自动手把房间布置成她喜欢的样子，陪她一起购物，还会蹲下来为她穿鞋子。她会陪她去旅行，正是她的精心付出，才有了小苹果心甘情愿喊一声妈。章子怡在接受采访时说，结婚后相比工作，她陪伴孩子的时间更多。反观汪峰没有啥变化，除了一起参加儿女的家庭日、生日外，都是忙自己的事业，依然拥有和单身一样潇洒的生活。第二个真相，永远不要过度相信男人的誓言。为了追求章子怡，汪峰主动要她的电话，搬到她家附近去，讨好她的父母，说尽了甜言蜜语，最后用一场声势浩大又浪漫的求婚打动了章子怡。这一幕很像当年追求王菲的李亚鹏，可惜不是同一类人，在一起很难长久。誓言当时是发自真心，但婚姻不仅仅需要誓言，还要责任担当和三观契合。第三个真相，
婚姻不是遮风挡雨的避风港，别妄想把婚姻当成避风港。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，需要为双方彼此付出，互相忍让，一起维系。一段婚姻的开始，就意味着要彼此心怀感恩，互相成就。婚姻不是为谁的太平日子上了保险，婚姻更不是最终的港湾。如果不用心维护，没有责任和担当，那无论结多少次婚都是难以善终。截至目前，汪峰、章子怡的评论区已经沦陷，被4次离婚刷屏。即使早在很久之前，知名演员刘亦菲就曾爆料称汪峰、章子怡离婚了，35亿财产被瓜分，汪峰独占28亿。这则爆料并没实锤，事情的真假性尚不明确。总之，既然汪峰、章子怡已经离婚了，那就祝他们各自安好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